欢迎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今天在日本最大的事情啊，就是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经过了2轮非常激烈的竞争，在第一轮的时候看到了包括高市早苗，还有呢这个小泉进次郎以及呢林芳正3个人，最后呢是2个这个稍微高票的进到了第2轮。在第2轮呢，最后的结果出来了，就是高市早苗击败了小泉进次郎，他当选了日本自民党的总裁，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的党主席啊。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早苗哈，他其实在政界的资历非常深厚。那等一下特别请教蔡老师啊，因为您了解日本的政坛。那么高市早苗当选过10次的众议员哈，这个10连霸不容易啊。学历呢，他其实是学商的哈，主修经营数学。那曾经担任过美国联邦国会研究员啊，在这个金融跟商业领域经历哇也是非常的丰富，曾经当过总务大臣。好，那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呢？高远的志向，宽广的眼界，深厚的心灵。他尊敬的包括有松下幸之助，还有呢就是英国的前首相柴契尔夫人啊，也是一位女首相。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看高市早苗，真的渴望或是有望成为日本有史以来第1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这次不管在第1轮跟第2轮啊，其实都竞争得非常的激烈啊。她胜出的原因，老师怎么看？保守这2个字，保守。我们从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在7月20日的时候，就讨论过，她会变成第1个女首相。这是我们7月20号的讨论，就预测，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节目是把高市早苗摆第1个，小泉摆第2个，所以我们节目的话预测在7月20号是对的。那您之前也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会赢得这一次的？应该是会，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分析过了。在这一次的参议院选举里面，为什么那个自民党会输得这么惨？因为他们从右边跑到左边。石破茂的话，他是比较偏左边，所以他们要摆回到右边，也就是像参政党这一方面的。而且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他是走安倍派，虽然他不是属于安倍派，可是安倍派支持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后面有一堆的安倍派。但是高市早苗在这个竞选过程里面，他会有一个担心点的，人家会认为他太右边，这个就是他去年掉下来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你太右边，我们会讲到极右，所以他在选到差不多后半段的时候，他会讲我不是稳健保守。那这稳健保守的话，我们就从今天的开票的一个结果来看，就会很清楚。就是第1轮里面会选出高市早苗跟小泉这2个人。本来林芳正可能会追上了，但是基本上他还是没有。日本的选举方式是第1轮如果没有过半，就必须进入到第2轮选最高票的那一个。那第2轮就会看到我们47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所谓的都道府县，他还是得到最多的。所以高市早苗在应该说自民党里面，他还是受到支持。那为什么受到支持呢？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字。保守，那保守的话不能够过度的一个保守。那为什么会小泉又掉下去？他就还是比较偏年轻一点。第1轮我记得是小泉对这个赢了嘛？第1轮的话，但是都没有过半数，所以呢，他们这2个人就进到第2轮，就是进入到第2轮。所以保守的话是高市早苗，他一定很赢的一个人，而且我们会看到他是对外国人的政策。我们看到他在选举的时候，他会讲到因为他老家是在奈良的话有那个鹿的话是省的使者，他就会说，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奈良，我来踢我们的鹿啦，我们不高兴啦，然后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这边买土地啦、炒房啦，这个所以外国人的政策他也是讲得非常的一个白。所以老师刚刚特别提到说高市胜出是保守，所以相对比较起来的话，小林是偏经济，他的那个光谱上面是比较偏激进一点。他也就是会怕人家会担心的，这个高市早苗是过度的那个右边的，所以他选到后半的时候，他希望把它拉回来的话，让国会议员能够说，你不是太右边，让我们一个过度的紧张，就像去年一样，我们过度紧张，所以他很胜利的一个。老师，那我继续请教，就是说，如果高市早苗他想要进一步的坐上首相的大位的话，他在对内特别刚刚提到，其实日本的政党，你必须要联合其他的政党，你才有办法去当首相嘛。其实跟石破茂的处境是类似的哈。你觉得他的挑战在哪里？
预计的话，在差不多14号或是15号的话，他们会开临时国会了，现在还没有敲出来。那临时国会的话，他们会举行一个东西叫做首相指名选举，不是首相选举哦。所以我们听起来会很快，因为是国会指名他。选完之后，大概差不多傍晚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皇居见天皇，所以天皇会对他任命，他一定会讲：我任命你为首相，你才能够变为首相。对，所以一定是天皇任命的。但是在这次里面，虽然说他们是少数的在野党，执政党，少数执政党的话，他们还是一样，就是国会要过半，选第一轮的时候要过半。但是现阶段的话，我们看到执政党就是自民党加国民党一定会写。高市早苗，那是14到15号的话，其他在野党会写自己的一个名字，那就会选到第二轮。第二轮的话，因为就会变成所谓的多数，那他执政之后，所以他应该是差不多到大致就确定是首相。他毕竟是少数嘛，少数有一些政治你还是要找在野党去合作，所以他们现在所有人5个人在竞选里面都一直强调，我们会跟在野党联合执政。所以现在执政的话，挑出来大概就是那个维新党或是国民民主党，可是到底是就看怎么样合纵连横了。对，其实高市早苗现在胜选当然开心，不过开心大概只有1天哈，因为接下来。其实当日本首相压力不小哈，因为你对外还得处理包括像日美的关税这个经贸的谈判，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到了高市早苗他的对外挑战啊，因为他是刚刚提到右派典型的政治人物啊，所以像是参拜靖国神社啦，还有像是美日安保哈，他的立场都非常的硬啊。所以接下来对外他要怎么样处理对中跟对美的关系？大使您怎么看？我想日本是没有条件啊，同时对中对美啊都采取强硬立场。所以他一定是两个他必须要选择一个是他的这个比较必须要怎么讲配合比较多的，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上来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也对他是这个严阵以待。不管将来未来在所谓的自卫队扮演的角色上面日本自卫队还有他这种参拜靖国神社，还有一些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上。我觉得跟中国大陆会有很大的冲突存在，那所以在安全事务上，我觉得中国大陆跟高市早苗之间可以预见会有很多的摩擦，那在这个就是说，安全问题上有很多摩擦的那经贸议题上合作的机会合作的空间也会变小很多，所以我觉得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绝对会比现在的这个石破茂会糟很多不是一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对美国的话，即使他在安保的问题上他是强硬的，他也是日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日本国家这些独立主权的代表。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紧张过程，他对美国可能还会做出比较多的让步那当然在安全上面的话，他是要继续高歌猛进就是把日本再武装。日本的军队，尤其自卫队的海外的这个投射能力还有它的本身的这些所谓的军事预算还有它的这个装备的提升我想它会更进一步。可是呢，就是变成就是说，经贸的部分呢，它既然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它要往这个方面走，它在经贸上就没有办法对美国太硬。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的话。他跟美国关系是有比较多的妥协的地方，那么主要原因就是说，日本没有办法同时得罪2个世界强国。对，所以他真的是左右为难。所以讲到安保这个部分将军，您觉得就是说，当然日本还是必须拉回到他自己的自身利益来思考。可是呢，就刚刚提到，夹在中美2强之间，确实很为难。所以。怎么看在高市未来成为首相以后，他主政以后日本怎么样站在自身利益去考量，在地缘军事战略上面他们的立场？我认为在地缘战略上面，它会有3个考量，它会强化以美抗中的路线。那有3个指标。第一个，我认为它这高市早苗会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日本国防预算之后，它会向美国买更多的武器，这样也合乎美国的要求。第二件事情，它会跟域外的国家，包含加拿大、包含澳大利亚。包含印度，甚至包含英国、法国，还有包括菲律宾这些国家，他来邀请他们来参加联合演习，欢迎他们到日本这些第1岛链或者到第2岛链也演习，这个方面他会增加。我判断第3个，我认为他会加强他
日本自己的国防武器自主的研发，因为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军工企业也是蛮有科技的水平在里面。是。那我们现在拉回我们的台湾，我认为高市长嘛，他会对红色地带的测试。这红色怎么样做3个？第一个，扩大跟台湾的情报交流，以前本来就有，现在扩大。第二个呢，他会跟日本的自卫队呢，他有些军演习的呢，邀请台湾的观摩团来，你成立来5个8个来观摩，看我的日本自卫队怎么演习，他可能会这样做，来做测试。那第3个，最后一个，我就认为啊，他会每一年日本都有台风，他的海上自卫队也好，海上保安厅也好，他会防台，他不是港内防台，他跑动机动出来，吹北边再往。